深夜去吃海底捞，没想到刚坐下，菜单上缓缓出现几条规则。服务员死死地盯着我。亲爱的顾客，请问是你哪里不舒服吗？我努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。我有点肚子疼，想去厕所。服务员瞪大眼睛。亲爱的顾客，卫生间在直走左手边，请您速去速回。来到厕所后，我坐在马桶上喘着粗气。与此同时，手机屏幕亮了起来，凌晨1点的数字映入眼帘。现在距离凌晨2点就只剩下1个小时了，除了我之外，还剩下5个人。我要怎样才能在1个小时内除掉这4个人呢？就在我苦恼之际，旁边的隔间响起了阴森的歌声。好长的一条鱼巷，为什么我走不出去？大雨淋湿了我的头发。歌声断断续续，伴随着呜呜咽咽的哭声。我虎躯一震，猛地想起规则里有一条，不要让女厕所的小女孩抓到你。我停下了提裤子的动作，生怕布料摩擦的声音引来隔壁间的注意。女孩继续唱道：大雨淋湿了我的头发，多亏了她为我撑伞。诡异的歌词配上小女孩诡异的腔调，我额头的细汗越来越密，麻木的腿已经要撑不住了。终于我忍不住动了动右腿，结果一不小心踢到了旁边的垃圾桶。与此同时，隔壁间的歌声也停止了。我像石化一般僵硬在原地，一只手从隔板下面伸了过来，以一种极其怪异的姿势在摸索什么。我知道他是在试探隔壁间有没有人。我强忍着双腿的麻木，一点点躲开他的摸索。那只怪异的手摸索了一阵，什么也没有发现。我不能确定小女孩什么时候能离开厕所，于是我鼓足勇气打开了厕所门。厕所外什么也没有，只有店里放着的奇怪音乐。就在我准备离开时，我抬头看到了对面洗手台的镜子，镜子里那名小女孩正站在我身后，露出诡异的笑容。说实话，如果不是大声喧哗会违反海底捞规则，我早就尖叫出声。我透过镜子看到了她湿漉漉正滴着水的头发，以及那张满是伤痕的脸。就在我闭上眼睛准备听天由命时，小女孩却忽然转身向其他方向走去。我这才注意到她的2只眼睛已经瞎了。回到座位后，我惊魂未定地环顾四周，发现顾客少了2位，分别是老师和网络主播。就在疑惑之际，食物的香味飘到我的鼻腔里，我这才发现服务员已经帮我把虾滑下好了。经过这一夜的惊魂，我的肚子早就饿了，正准备吃点虾滑垫垫肚子，忽然感到脚下有什么东西在蹭我。我低头一看，一只小狗正趴在我的脚下。我倒吸一口凉气，因为这只小狗没有皮毛，它不会就是规则里提到的宠物狗吧？我急忙把番茄锅里的虾滑端到小狗面前，小狗把头伸向盘中大快朵颐。它每多吃1块虾滑，皮肉就长出1分。一整盘虾滑吃完后，它恢复成正常小狗的模样。就在这时，厕所发出一声巨响，网络主播从厕所里冲出来，头发凌乱，眼神恍惚。色眯眯的老师也从厕所里出来。你这个恶魔！老师挑了挑眉，神态淡漠。不是苏小姐你约我的吗？网络主播咬牙切齿。要不是你骗我说已经找到了隐藏的规则制定者，我才不会委身。老师打断了网络主播的话。看看你杯子里的饮料吧。网络主播这才缓过神来，他惊恐地看向桌子，他的杯子里空空如也。苏小姐，不好意思了，我在你去厕所赴约的时候，一不小心把饮料打翻了。苏小姐，你不会怪我吧？你这个疯子，我要嘎了你！网络主播彻底失去理智，他疯了般地扑向那位猥琐的老师。穿着红马甲的服务员又出现了，拦住了网络主播的去路。3号玩家暴力行凶，累计2次。话音刚落，网络主播的面容就开始腐烂，五官逐渐扭曲变形。3号的菜单上出现一行小字：3号，黑心网络主播曾设计杀死了自己的整容医生，所以他的嘎法是五官溃烂。在网络主播彻底咽气后，整个海底捞店陷入了死一般的沉寂。这时，厕所又传来了小女孩的歌声。好长的一条鱼巷，为什么我走不出去？听到小女孩的歌声，老师的脸色微微一变，他好像知道点什么。这时，隔壁桌的美容师忽然招了招手：我的饮料喝完了，请帮我倒一下。大家都目不转睛地盯着美容师看，因为朝他走过来的是一位穿着白色马甲的服务员，美容师是一位红绿色盲，他丝毫没有意识到不妥。我不喜欢喝酸梅汤，你给我换成西瓜汁。好的，顾客，请稍等。下一秒，他就把美容师按进了沸腾的锅里，美容师甚至来不及惨叫，他的脸就被烫熟了。菜单上也紧跟着显示出4号的秘密：4号，黑心美容师，无证上岗美容店，机械高温事故，致使多人脸部受伤。